大家好，我是喵妈种子王小敏，好久不见啦！今天这一期呢，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对能量守恒的一些新的见解。在人生当中呢，获得和失去是我们的一个人生常态，每天都要经历的一个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头脑的信念系统里面呢，都会比较偏爱获得，然后非常的厌恶失去。因为之前的视频里面我们有解释过，我们的小我和头脑呢，它都是建立在帮我们能够尽可能的去获得更多资源的一个就是基础上，所以说是人性的本质就是匮乏的，总是想要多多益善，获得更多，然后任何形式的失去和亏损呢，都会让我们觉得很懊恼。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人性的特征，但今天呢，我们从灵性的角度来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如果我们回到以前我说过的，用一个鹰眼的角度去看东西，就是一览众山小，然后纵观全局。我们知道宇宙的一切呢，都是能量所组成的。能量呢，它必须要守恒，因为如果不守恒的话，这个宇宙它是无法继续运作和维持下去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本质上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从我们生活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比较熟知的一种失去呢，就是钱财的亏损。没有人呢喜欢亏钱的一个感觉。其实金钱在宇宙的角度呢，它就是一种能量。它其实和地上的一块石头从宇宙的角度没有任何区别，是我们的人类信念系统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让它无所不能。然后呢，金钱它也是一种非常快捷和直观的能量形式，它可以很快的弥补在某些其他方面所损失的一个能量。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受伤了、吃亏了，第一个反应是希望加害者能够以金钱的方式进行一个补偿，或者说是当朋友就是帮助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会下意识的想要就是进行一个比如说发个红包啊，买个礼物，进行一次就是感谢。这种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已经习得了这个能量守恒的一个定律。我们不喜欢亏欠的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一直想要维持这样子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状态。那刚才我说的这种例子呢，都是在两个当事人之间所进行的一个能量交换和平衡。但可惜呢，很多时候这个能量的互动并不说是能够在当事两个人之间能够完成。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如果说是这个给予方不停的给予，没有获得一个回馈，时间久的话就会进入一种受害者意识，觉得很委屈，然后觉得被亏欠甚至被剥削的感觉。然后这个获得方如果不停的在获得，然后也是没有一个去弥补或者说是反馈的一个过程，一段时间以后也会进行一个能量的反噬，会让这个获得方觉得非常的懊恼、后悔、愧疚。这就是当两个当事人之间的能量不平衡所造成的一个问题。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很直观的解释了所谓的这个因果和业报。我们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是时候未到，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能量守恒的定律。如果说是你一直在索取了很长时间，那你总要有一天要还回去的。如果你一直在给予，那也会以一种形式把这个能量反馈回来给你。只是说是我们头脑的认知呢是非常的线性的。一般来说，你的能量被某个当事人索取了，你只想觉得说是在哪里失去的就从哪里得到。比如说是在感情里面受伤了，很多人会期望就是前任回来认错啊、弥补啊，就是因为想要从这个当事人这里把这个能量给拿回来。但是其实宇宙的运作它是非常的跳跃性和发散式的。某个地方你失去的这个能量，它可能已经以另外一个形式返回给你了，不一定是同样的这个当事人，或者是同样的一种，比如说以情感的方式，那可能是以别的一种能量的形式。最简单就经常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失恋了以后，就会突然一下子事业蓬勃发展，其实就是说在感情上面损失的能量，以金钱和事业的这种形式已经反馈回来了。还有一些人可能说是长时间经历一个
低谷，各方面都很不顺，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会触底反弹，然后会一下子有一段很顺风顺水的生活，那就是属于之前不顺的这个期间的能量损失的这个果报已经成熟了，然后以一个顺风顺水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平衡和偿还。除此之外呢，也有一些人，比如说是在恋爱当中，他在一段感情里付出了真心，最后不被珍惜，然后一切的这个努力都付诸东流，这个人都突然转身一变，变成了一个也去玩弄别人感情的一个人，就是抛开道德观和就是社会的这些观不说的话，其实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人之前在某段感情里面损失的能量，需要通过不同去扎不同的人来索取回来，来弥补之前损失的能量。但是这个扎的过程如果上瘾了，你拿回来了多于你之前损失的能量的这个范畴的话，那这个人他一段时间以后也会被反噬，会开始觉得很愧疚，会很难受，会开始反省自己。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浪子回头，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能量在潜意识里面运作的一个关系。其实就是潜意识里面知道这个能量又不平衡了，不能继续做能量吸血鬼了，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反转，开始进入一种想要去给予和偿还的一个状态。好了，说了那么多的例子呢，就想告诉大家，能量守恒呢一直存在，能量一直都要守恒，否则呢宇宙它是无法去运作和维持的。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和恐惧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任何东西，也不曾得到任何东西，我们都是大大小小各种形状的一个管道，来让能量流经我们，能产生不同的体验。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不生不灭的，你眼前的失去其实已经或者说是尽快就要以一种形式弥补回来了。格局打开了以后呢，其实只有馈赠，没有匮乏。所以呢不要再患得患失、瞻前顾后、左右为难了，尽情的去爱、去给予、去享受，然后去活出一个淋漓尽致的人生吧。